今天我们来聊聊一起令人遗憾的健康悲剧。一位65岁的女性因为糖尿病并发症不幸离世，元凶竟然藏在她每天吃的早餐里。她每天早晨坚持着自以为清淡健康的饮食，却一步步把自己推向了危险的深渊。医生直言，如果早些改掉不良的早餐习惯，或许悲剧本可以避免。回顾这位阿姨的经历，其实年轻时的她并没有特别爱吃甜食，但由于对饮食营养缺乏了解，长年以来养成了不太健康的饮食习惯。她早餐爱吃白粥馒头，午餐晚餐也偏爱米饭面食，蔬菜和蛋白质摄取严重不足。40多岁时体检就曾被告知血糖偏高，但她认为自己饮食已经很清淡，没有放在心上。直到50多岁时正式确诊第2型糖尿病，她才开始重视控糖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因为习惯难改，她依然每天早上离不开那碗白粥，结果血糖控制一直不理想。高血糖对身体的伤害在她体内日积月累，终于在65岁那年引爆了并发症。她的肾脏严重受损，不久后又突发心肌梗塞，撒手人寰。这正是糖尿病的残酷之处，等到悲剧发生才追悔莫及。这起悲剧绝非孤立，糖尿病早已是现代文明病中的隐形杀手。在我们身边，罹患糖尿病的人数惊人，而且还在不断攀升。以台湾为例，估计全台已有超过250万人是糖尿病患者，相当于每10个成年人就有1人。不仅如此，每年约有将近1万人因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离开人世。糖尿病位居国人10大死因之一，可见其危险程度。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糖尿病有年轻化的趋势。过去患者以高龄者居多，如今40岁以下的患者人数也在迅速增加。绝大多数患者属于第2型糖尿病，这种类型与饮食、运动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。换言之，糖尿病虽然可怕，但我们透过调整生活方式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。糖尿病可怕之处在于，它往往悄无声息地损害身体各个器官。高血糖长期控制不佳，会侵蚀血管和神经，引发一连串可怕的并发症，例如视网膜病变导致失明，肾脏病变导致洗肾，神经病变引起足部溃疡，还大幅提升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。很多患者在初期并没有明显不适，等到发现时可能已出现严重并发症。因此控糖必须及早且彻底，日常生活中每一天的细节都可能是决定健康走向的关键。我们都知道早餐是一天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餐，它为我们的一天提供能量。然而正因为重要，吃错早餐反而可能毁掉你一整天的血糖控制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早餐吃得不对，血糖可能从早上开始就一路失控，即使后面2餐再节制，也很难弥补早上的错误。那么究竟是哪4种早餐被医生点名必须尽早停掉，不要再吃呢？特别是其中第3种，许多人到现在还天天吃，完全没意识到风险。现在我们就深入探讨这几种隐藏杀手的早餐，看看他们为什么对健康不利，以及有什么更好的替代方案。第一种是油炸类早餐。早上赶时间，很多人会顺手买一根油条、一个油饼，或是夹着蛋的葱油饼，再配上一杯豆浆或奶茶。一想到那金黄酥脆的口感，你是不是都要流口水了？但是你知道吗？这样的早餐其实暗藏对糖友的双重伤害。首先，油条、油饼这类油炸面食含有大量的油脂和热量，一大早就吃下肚，等同于往身体里倒进一杯油。过多的油脂会让你日积月累发胖，脂肪囤积会降低胰岛素的作用，导致胰岛素阻抗，血糖更难控制。其次，像油条这样的油炸淀粉食物本身也是精制面粉做的，属于高碳水、高升糖指数的食物。换句话说，一根油条下肚，血糖就像坐云霄飞车般直线飙高。而且，你以为喝杯豆浆可以平衡一下吗？市售早餐店的豆浆通常加了不少糖，甜豆浆再配油条，碳水加碳水，糖上加糖会让血糖雪上加霜。如果长期以这样的早餐开场，血糖每天早上暴冲，胰脏被逼着拼命分泌胰岛素，久而久之胰脏都要累垮了。很多人可能会想，自己又不是每天吃，偶尔吃一次应该没关系吧。
偶尔解解馋当然无妨，但可怕就怕在习惯成自然。如果您已经养成几乎每天都来一根油条的习惯，那真的要当心了。这习以为常的酥脆美味正默默侵蚀您的血管和健康。除了油条油饼，中式早餐常见的煎饺、萝卜糕、炸春卷等等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外表煎炸得香香脆脆，里头却隐藏高油高热量，难怪医生要把各种油炸类早餐列入黑名单。这类食物对于糖尿病人而言，不仅让血糖短时间飙高，还可能导致血脂升高、体重增加，间接加重糖尿病的病情。想象一下，每天早上您的血液里都漂浮着昨天吃进去的油脂残渣，血糖还飙在高点，身体就像堵着脏东西的排水管一样运转不灵，长此以往怎能不出问题？第二种是高糖与精致淀粉的早餐。有人不爱油腻，转而选择看似轻盈的西式早餐，例如松饼、面包片、抹果酱、甜甜圈、蛋糕、牛角面包等等，再搭配一杯拿铁或果汁。这听起来比油条清淡吧？错，这其实是另一个极端。这类早餐充满了精致碳水和糖分，纤维却极低。一份果酱面包加一杯橙汁下肚，几乎全是单纯糖和精致淀粉，等于给身体来了一剂糖的炸弹。没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来拖慢吸收，血糖会在饭后短时间内猛飙，然后1-2个小时后又迅速下跌。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经历，才刚过早上10点，就又饿得头昏眼花，手发抖，甚至冒冷汗。这很可能就是早晨摄入过多纯糖分导致的血糖过山车。你以为只有小孩子爱吃甜早餐吗？其实很多上班族也常年以面包点心对付早餐，图个方便。但市售的商业面包、蛋糕多含高糖、高油，以增加风味和口感。那些蓬松可口的面包往往掺了大量奶油和砂糖。例如早上一杯甜奶茶配上一个奶油菠萝面包，看似平凡，事实上一餐就可能接近500-600卡热量，而且主要来自糖和脂肪。长期下来，这不但是发胖套餐，更是糖尿病的温床。许多糖尿病前期的人就是这样一步步吃出高血糖的。还有些早餐陷阱看起来很健康，比如玉米片加牛奶，这在广告里常被宣传为营养均衡的快捷早餐。不少家长每天早上给孩子，甚至有些糖友自己也吃这个，认为有谷物有牛奶很不错。然而商业谷物脆片其实是隐藏的糖库，制造时经过多次加工，玉米片中天然的纤维和养分流失不少，厂商为了让它变好吃，额外添加了大量糖和香料。你仔细看看包装成分表就会发现，许多玉米脆片的糖含量惊人，所以别被谷物2个字欺骗。一大碗甜甜的玉米片牛奶，其实跟吃下一堆饼干差不多。难怪营养师特别指出，这种看似最健康的早餐，其实才是真正隐藏最深的地雷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有人喜欢拿水果当早餐，觉得天然健康。事实上，空腹大量吃水果并不是理想的做法。水果中的果糖虽然甜度高，但升糖速度稍慢于纯葡萄糖。然而一次摄入过多，一样会使血糖升高。更何况单独吃水果缺乏蛋白质的制衡，很可能没过多久又会饿，导致之后更想吃东西，反而不利血糖稳定。营养师建议，水果可以作为早餐的一部分，适量摄取，但最好搭配蛋白质和其他食物一起吃，而不要单独把大量水果当整份早餐。总而言之，各种甜面包、蛋糕、谷物脆片、甜饮等组合的早餐都属于高糖且营养单一的类型。对糖友而言，这类早餐几乎是最差的开局，空有热量，没有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来维持稳定血糖。一天的血糖波动很可能就从早上这顿开始被放大。如果您已经被诊断糖尿病，却仍习惯以甜食或白面包当早餐，真的要趁早踩刹车，改变习惯了。第3种是所谓清淡却错误的早餐，这一项可以说是许多中老年糖友每天的标配。一碗白米粥配一小碟腌菜，或者一个白馒头就着几片咸菜，听起来很清淡，没有油水，理应对血糖友好吧。许多人甚至多年来坚持这样吃早餐，自以为吃素喝粥是在养生，但真相令人惊讶。
正是这种清淡早餐害了不少糖尿病患者。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65岁阿姨就是典型案例。她10几年早餐几乎顿顿白粥配咸菜，觉得自己已经很节制油脂和糖分，结果血糖还是居高不下，最终引发了可怕的并发症。为什么白粥加腌菜这种清淡组合反而不利血糖呢？问题出在精制淀粉与营养失衡。白米粥看似稀稀水水，其实里面全是煮烂的白米。白米属于精制碳水，熬成粥后更容易迅速消化吸收。粥熬得越烂，升糖速度就越快。喝下一碗热腾腾的白粥，相当于在短时间内摄入了一肚子的葡萄糖水，血糖当然就飙高了。而那小碟咸菜呢？咸菜几乎不含蛋白质或其他有益营养，只提供大量的盐分，摄入的盐分过多，还会让血压升高，增加心血管风险。而糖尿病患者本来就容易合并高血压，这更是雪上加霜。更糟的是，粥和咸菜的搭配缺乏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减缓碳水的吸收或提供长效能量。所以吃完没多久，你可能又饿了，饿了之后怎样？可能忍不住再吃点心，于是血糖再度波动，如此恶性循环。想象胰脏的感受，一边是血糖像洪水一样涌入，另一边却没有元菌、蛋白质或纤维来减速，胰岛素只好猛力分泌。天长日久，胰脏的负担有多重可想而知。难怪医生们常说，糖尿病人宁可吃饭也不要喝粥。他们建议，如果实在想喝粥，一定要粗细搭配，例如在粥里加些燕麦、糙米或豆类。熬粥时不要煮得烂乎乎，要保留一些颗粒感。同时务必要搭配蛋白质食物一起吃，比如喝粥时配颗水煮蛋或几块豆干，这样才能减缓升糖速度。否则天天白粥配咸菜看似清淡，其实是拿自己的血糖开玩笑。不少老人家还喜欢早餐就吃白馒头，觉得简单清淡，但白馒头和白粥一样，都是白面粉或白米制成，升糖指数很高。如果只是干吃馒头配一杯白开水或淡茶，那跟喝白粥区别不大，依然是缺乏蛋白和纤维的高 GI 早餐。再说，有些老人爱吃的腌萝卜、腌菜心等咸菜含盐量高的吓人，长期每天摄入，对肾脏和血压都很不利。所以千万别以为吃素、喝清粥小菜就万事大吉。糖尿病患者更需要均衡营养，只有清淡而无营养的早餐，反而可能让血糖更加失控。第4种是随便将就的早餐，加工食品或剩菜型。这一类涵盖2种情况，一种是吃加工素食，另一种是吃头天剩菜。先说加工素食，不少年轻人早上图省事，直接泡一碗方便面或冲杯代餐粉了事，还有人干脆买个培根蛋堡、火腿三明治在路上吃。这些食品要么油盐含量极高，比如方便面的调味包又咸又油，要么含有大量加工肉，像培根、香肠等富含饱和脂肪和钠。一包小小的方便面，钠含量可能就接近一天建议上限，而它的面条是油炸过的精致面粉，缺乏纤维，升糖依然很快。加工肉类则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致癌物，而且有研究发现，经常食用加工肉品也会提高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。天天拿培根火腿当早餐，对健康的潜在危害非常大。不仅如此，过咸过油的早餐会使血液变得粘稠，短期内就可能让血压升高，心跳加快。糖尿病患者的血管本就脆弱，早上给身体来这样一次刺激，实在得不偿失。再说拿隔夜剩菜、昨晚的剩饭当早餐，很多人不舍得丢剩菜，早上热一下接着吃，看似勤俭，其实并不健康。隔夜菜反复加热后，蔬菜中的维生素早就流失殆尽，甚至可能产生对身体有害的亚硝酸盐。隔夜的饭菜通常油脂都凝固了，早上重新加热口感不佳，更不用说有些人干脆早餐吃昨晚的炸鸡、披萨这类高油高淀粉的食物，对血糖的冲击可想而知。早晨刚起床时，我们的消化系统其实还在暖机，如果一下子给它一堆冰冷又油腻的剩饭菜，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，影响血糖吸收的节奏。有研究指出，不吃新鲜早餐而吃剩菜，还可能导致一天中的血糖波动更大。
因为身体缺乏晨间的新鲜刺激，代谢节律被打乱。总之，早餐随便敷衍是非常不可取的。吃加工品也好，吃隔夜饭也罢，都无法给身体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。糖尿病患者的身体更需要规律和营养来稳定血糖。早上马马虎虎的乱吃，不是太咸太油，就是缺乏新鲜营养。如此开始一天，血糖和身体状态都很难稳定。长期如此，风险就在不知不觉中累积。当你以为节省了时间，不浪费食物时，疾病可能正在悄悄找上门。所以，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千万别再将就着吃那些不该当早餐的食物了。既然这么多东西早餐时碰不得，那糖尿病人早餐到底可以吃什么呢？别担心，能吃的其实很多，而且一样美味丰富。营养师们特别推荐了6种适合糖友的早餐搭配，既营养均衡又有助于控制血糖。我们来一一介绍。第一种推荐早餐是牛奶燕麦粥搭配水煮蛋和拌菠菜。具体做法很简单，用牛奶煮燕麦片，或将燕麦片用热牛奶冲泡，同时煮1颗鸡蛋，再烫一把菠菜，拌点橄榄油和少许盐。这一餐包含了全谷杂粮、燕麦、优质蛋白、鸡蛋和牛奶和蔬菜纤维。燕麦属于低 GI 谷物，富含膳食纤维，能缓慢释放碳水化合物，防止血糖飙升。蛋含牛奶提供蛋白质，有助进一步稳定血糖，还能增加饱足感，让你一整个上午精神充沛，不觉饥饿。菠菜等绿叶菜则提供了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几乎不会影响血糖。想象一下，喝着香浓的燕麦牛奶粥，搭配嫩滑的水煮蛋和清脆的菠菜，你不仅口福满足，身体也在悄悄为你点赞。第二种推荐早餐可以试试全麦面包搭配蛋白质和蔬菜，比如2片全麦吐司夹1颗水煮蛋或少油煎的蛋白，再加几片番茄和莴苣叶，做成营养三明治，同时配一杯无糖优格或低脂优酪乳，拌一些坚果和少量水果丁。一份这样的早餐有全谷类、全麦面包、蛋白质、蛋和优格、蔬果、生菜、番茄和水果，营养非常全面。全麦面包比白吐司含更多纤维，升糖速度慢得多。鸡蛋提供丰富蛋白和微量营养素，优格富含益生菌和钙质，有助消化也稳定血糖。蔬菜水果则提供维生素和纤维，使早餐更加清爽丰富。很多人以为糖尿病不能吃面包，其实重点在于选择全谷类的面包，并搭配足够的蛋白和蔬菜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光吃白面包抹果酱的错误吃法。用对方式，糖友也能安心享用可口的三明治。第三种推荐早餐是中式的蔬菜肉丝面配无糖豆浆。如果你偏好热腾腾的咸口味早餐，不妨煮一碗青菜猪肉丝面。重点是选择全麦面条或荞麦面来降低碳水精致程度，汤头也要清淡少盐。煮面时可以多放一些青菜，比如青江菜、菠菜，加一些瘦肉丝或鸡胸肉丝，甚至打颗蛋花在汤里，这样一碗面就有碳水、有蛋白、有纤维。再搭配一杯热腾腾的无糖豆浆作为饮品。豆浆富含植物蛋白和大豆异黄酮，无添加糖分，更不会影响血糖。这套组合特别适合喜欢传统中式早餐口味的人，既满足口腹之欲，又不会造成血糖负担。想象一下，你喝着香浓顺口的热豆浆，就着一碗暖暖的青菜肉丝面，整个胃都舒服了，身体也吸收到均衡的营养。第四种推荐早餐是适量的水饺或包子搭配牛奶。很多人喜欢吃面食，其实可以选择饺子或包子作为早餐主食，但要注意方式，建议选择蒸的或水煮的饺子，而非煎炸。馅料方面，可以选择3鲜馅，例如猪脚肉、虾仁、韭菜，或者高丽菜、猪肉馅等，确保有肉有菜，营养更均衡。一餐不要吃太多，譬如5-6颗中等大小的水饺，刚好1人份，搭配一杯温热的牛奶或无糖豆浆一起食用。这样的组合中，水饺皮提供碳水，肉和虾提供蛋白质，蔬菜馅提供纤维和维生素，奶类则补充蛋白和钙质。此外，吃水饺时建议以醋搭配姜丝作为蘸酱，少用含糖的酱料，
例如甜辣酱，以免摄入过多隐形糖分。与单纯啃白馒头相比，这套中式早餐更加均衡，升糖速度也较平缓。如果喜欢吃包子，则尽量选择全麦或杂粮馒头，可以夹块豆干或蛋一起吃，同样配一杯牛奶，营养也很充足。重点是控制精致淀粉的量，并加入蛋白质，不要空腹只吃白馒头。同样是面食，换个吃法就能变成糖友友善的餐咯。第5种推荐早餐非常简单天然，即地瓜、番薯搭配蛋和坚果，无糖豆浆。地瓜也就是红薯，是非常优秀的全谷根茎类食物，富含膳食纤维和贝塔胡萝卜素，升糖指数比白米白面低。早餐可以蒸一条小份的地瓜，或者前一天烤好放冰箱，隔天早上拿出来当主食。冷藏过的地瓜会产生抗性淀粉，升糖影响更低。再搭配一颗蛋，可以是水煮蛋或茶叶蛋来提供蛋白质，抓一小把，约1汤匙。坚果作为健康脂肪来源，比如杏仁、核桃，不仅有饱足感，还有益心血管。饮料则可以选择一杯无糖豆浆或温牛奶。这份早餐听起来很朴素，但营养相当丰富全面。地瓜提供复合碳水和纤维，蛋和豆浆提供蛋白质，坚果则带来优质油脂和微量元素。这样吃不仅能稳定血糖，还对控制体重和肠胃健康都有帮助。许多长辈都觉得烤地瓜特别香甜，其实只要搭配得当，完全可以成为糖友们的营养早餐王牌。若不喜欢地瓜，也可以用玉米、南瓜等富含纤维的薯类来替换，搭配方式相同，也能达到类似的控糖效果。第6种推荐早餐是杂粮杂豆粥配蛋白质和蔬菜。前面说了白米粥的坏话，但糖友并不是永远与粥无缘，只要方法正确，一样可以喝粥而保持血糖平稳。关键就是用粗杂粮代替白米，不要单喝稀饭。你可以用燕麦、糙米、小米、红豆、薏仁等混合熬制一锅五谷杂粮粥。煮的时候米粒不用全烂，尽量保持一些颗粒口感。煮好后盛出来1碗，记得搭配蛋白质和蔬菜一起吃。例如可在粥里打入1颗蛋，搅散成蛋花粥，或加入少量瘦肉丝一起熬成杂粮肉粥。旁边也可以配1块豆腐或几块豆干，再加上1盘水煮青菜或几片生菜，这样一餐就齐全了，有碳水、有蛋白、有蔬菜。杂粮粥因为有豆有谷，升糖速度远低于纯白米粥，再加上蛋或豆腐一起吃，能拖慢碳水释放速度。青菜纤维更是帮助控制血糖的小帮手。很多糖尿病友喝了这样搭配的杂粮粥后反映，餐后血糖明显比喝白米粥时稳定。所以并非粥不能碰，而是要看你怎么搭配升糖克星。学会这招，糖友也能偶尔享受一碗热粥的慰藉，同时不用担心血糖失控。看完以上的分析，不知道您的早餐中招了几项呢？很多时候疾病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小细节中慢慢累积，别让每天清晨本该滋养身心的一餐，反倒成了破坏健康的隐形杀手。那位65岁阿姨的故事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，任何轻忽的饮食习惯都有可能在多年后讨回代价。所幸现在开始，改变还为时不晚。无论您是不是糖尿病患者，都值得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早餐，那些该戒掉的就毅然决然的停掉，那些更健康的选择尽快安排上日程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饮食控制就是对自己健康最大的负责，而每天的早餐正是控制血糖的第一站。选择正确的早餐，您的血糖一整天都会更稳定，精力也更充沛。反之，如果一早犯错，可能整天都在追着血糖灭火。记住今天分享的原则，包括少油炸、少高糖、少精致，避免单一碳水，要多摄取全谷类、优质蛋白和蔬菜，再加上定时定量的用餐习惯。如此一来，糖尿病也好，高血糖风险也罢，都能被我们牢牢掌控在合理范围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大型研究显示，早餐的时间也会影响糖尿病风险。相较于8点之前吃早餐的人，9点之后才吃早餐的人，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出了将近60%。特别是许多糖友存在清晨血糖自然升高的现象，俗称黎明现象。如果再拖延或忽略早餐，可能让血糖更难控制，
因此，养成按时吃早餐的习惯，并选择正确食物，对糖尿病人的血糖管理尤为关键。可见，除了吃什么，何时吃也很重要。规律的用餐时间能帮助身体保持稳定的代谢节奏，千万别忽略了这一点。实行健康早餐也有一些小技巧，可以让过程更顺利。例如，可以利用前一天晚上先准备部分食材，如先浸泡燕麦，提前煮好鸡蛋，早晨起来即可快速完成营养早餐，避免临时手忙脚乱而随便应付。还有，学习查看食物包装上的营养标示，尽量选择低糖、高纤维的面包或谷物产品，避开那些隐藏糖分的加工食品。糖友们不妨为自己制定一份每周早餐计划，准备多样的健康食材，轮流搭配，让营养早餐不单调，保持长久的好习惯。其实只要观念正确，健康早餐一点都不麻烦。最后，想对所有观众说，健康从来不是一天养成的，疾病也不是一天造成的。每天早餐桌上的选择，看似微小，长年累月，却能决定我们身体的走向。从明天开始，为自己准备一份真正营养又有力控糖的早餐吧。让我们一起远离那些害人的坏习惯，迎向更健康、更安心的未来。别让遗憾重演，守护健康就从每天的第一口开始。